三国演义原著到底有多恐怖？原本以为四大名著只有《水浒传》里描写的同类相史，没想到《三国演义》中也有。而吃人肉这件恐怖的事情，竟然是发生在仁义之君刘备身上。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，刘备吃的竟然是别人家的媳妇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向以仁德待民的刘备，为何会干出如此残忍之事？故事发生在《三国演义》第19回，在这一回的前半部分，吕布率大军攻破了小沛城，刘备兵败势危，决定去投靠曹操。而在逃往许都的途中，刘备因为饥肠辘辘，误闯入了一个村落，想讨取一些食物吃。这时，一个叫做刘安的猎户，因为仰慕刘备已久，于是便殷勤地招待他住下。结果这一住就发生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。到了晚上用餐之时，刘安给刘备端上来了一大盘热腾腾的嫩肉。刘备看到后很惊讶，便问道：“这是什么肉？”刘安回答道：“此乃狼肉，请刘使君品尝。”因为实在太饿了，刘备也没有想那么多，当即便抓了一块瘦肉吃了起来。吃饱之后，就在刘安家中住了一夜。第二天天没亮，刘备去后院牵马，结果不远处厨房里有一名妇人倒在血泊里，走近一看，那妇人胳膊上的肉已经被割去了。刘备大惊失色，方才知道昨夜吃的正是这妇人的人肉。原来是猎户刘安在山中找不到野味，家里又没有食物，但又不忍刘备挨饿，便只好把自己的妻子给嘎了。而为了让刘备吃得安心，就骗他说这是狼肉。刘备得知真相后，不胜伤感，洒泪上马。他本想带着刘安一块去投曹操，但刘安却以老母年老为由婉拒了。刘备只好道谢而别。后来他向曹操说了这件事情，曹操为表彰刘安的义举，命孙乾赏其金100两。这就是演义中刘安杀妻烹食的整个故事经过。不知大家看完这一段是什么感受？我的感受是，刘安对刘备的崇拜已经到达了极其扭曲的地步。如果按照现在的道德标准来评判，这绝对是个十恶不赦之徒。至于刘备，虽然不知情，但从他后面的举动来看，也有很大的问题。作为一名百姓爱戴的仁德之君，他不应该只是简单的洒泪，而是要叮嘱刘安好好安葬其妻。在曹操下命令赏赐刘安的时候，他也应该给刘安已经死去的妻子请求一些封赏，比如说帮其立个碑，或者说给个名号供后世祭奠。然而事实上是，刘安之妻什么都没有得到，死了也就死了，没有人会在乎。由此可见，古代女人的地位是有多么的低下。刘备就曾对张飞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。通过这一句话，我们就能够看到刘备从骨子里对女人的轻视。所以对于刘安杀妻之事，他的内心只是感到有一丝愧疚，并没有演变成深深的悔恨与自责。倘若是放到现在，谁要摊上这种事，肯定会是一辈子的心理阴影。当然了，我们无法用现在的道德标准来评判1000多年前的事情，但是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细节值得读者去深思的。你比如说，刘安杀妻的真实目的是什么？是基于仰慕崇拜刘备，不杀妻供肉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心意，还是早就对妻子不满，刚好以款待刘备为幌子，趁机杀之泄愤？如果是前者，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，这就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义举。而刘备吃人这起事件，只会被视为是百姓爱戴他的明证。但如果是后者，那这个刘安无疑是恶的。其实对于他这样一个人，到底是善还是恶，是好还是坏，刘备不知道，曹操就更不知道了。反正最后是封赏了他。正所谓上行下效，在当时那个时期，此事要是作为正面题材传扬出去，又不知会有多少莽夫纷纷效仿，有多少悲剧会重新上演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觉得这只是演义里虚构的内容，没有必要在这里深挖探究。那真实的历史又会是如何呢？我只能说，在座的要是仔细查阅了有关东汉末年这个年代的文献，一定会被吓得说不出话来。在那个四处战乱闹饥荒的年代，其实食人并不算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事情。后汉书里就有记载类似于刘安这种割妻供肉的事件。主人公的名字叫臧洪，此人乃东郡太守，因为和袁绍交恶，在公元195年，他被袁绍大军围困在东吴阳，当时城中能吃的都吃完了，甚至连老鼠都抓紧了，眼看将士都要活活被饿死。臧洪把心一横，杀了自己的爱妾，然后分给守城士兵吃。将士们知道这肉的来历后，都悲伤痛哭，没办法抬头正眼看臧洪。所以到这里，大家也就能明白《三国演义》作者为何能编写出刘安那个故事了吧？因为历史上就是有原型的。此外，《英雄记》还记载了刘备被吕布击败后，因为缺粮在广陵一带自相啖食的情节。这说明在历史上，刘备也确实吃过人，只不过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改编了一下。而曹操军队里也发生过这种食人的惨状。这一段记载出自于魏晋世语，说的是曹操在一次战役中粮草告急，于是程昱便派人掠夺他治下县城的粮食，一番搜刮后，最终竟带着大量腌制人肉，为曹军足足提供了3日之粮。因为这件事的性质太过恶劣，程昱无法位列3公。
还有《三国志·董卓传》里记载，董卓死后，李傕、郭汜等人祸乱长安，致使生灵涂炭，人民饥困，2年间将啖食略尽。由此可见，历史上的三国就是一个吃人的世界。庆幸我们能够生活在当今的社会。